乌军新型遥控机枪开启游戏战争时代。乌军向库尔斯克后勤中心推进，击退俄军100余次进攻。朝鲜士兵伤亡破4000，战地损失1/3。乌军收复库皮扬斯克失地，计划将俄军彻底赶出皮沙纳河以北。莫斯科纵火事件频发，俄罗斯强迫乌克兰人入伍，计划再征兵25万。拉姆施泰因会议召开，各国持续援乌。乌军总是喜欢搞科研，此前已改装过多款老式装备，如无人机挂载 RPG 火箭弹，又或是无人机挂载 AK 步枪，亦或是对俄军发动了人类史上首次机器人大战，军队即进行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如今又在实战中展示了一款可由掌上游戏电脑操控的新型遥控机枪，或将开启所谓的游戏战争时代。根据近期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乌军机枪手正在操作一挺大口径机枪，似乎是在进行试射。不过这名机枪手并没有握住机枪扣动扳机，而是拿着一部掌上游戏电脑，通过该设备的屏幕和手柄来远程遥控机枪进行瞄准和射击。据悉，这款遥控武器系统代号为军刀。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一群援乌人士自愿筹集资金，为乌军购买以及研制新型武器装备，军刀正是其中之一。相比于车载系统，军刀更加重视在地面部署使用。通过不同的枪架，军刀可按需搭载各种不同型号的步枪和机枪，并能够通过先进的摄像头传输视频信号。士兵可在距离机枪500米范围内的任何位置来远程控制武器进行瞄准射击。简而言之，这款单兵作战装备非常适合乌军现在的作战方式，只需要架一挺遥控机枪，就能够应对俄军的小规模部队渗透作战。而且由于机枪手隐蔽在掩体内，即使机枪被摧毁，机枪手也有较大概率幸存。从去年开始，军刀完成了最新的改进和测试，目前已在乌俄战争中用于实战。在此之前，用游戏手柄控制武器装备其实已算是一种很流行的方式了。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就大量使用了 Xbox 游戏机的手柄来遥控无人机器人等设备。美国海军也尝试过使用游戏手柄来遥控潜艇的潜望镜。不过与军刀相比，其控制设备是一台完整的掌上游戏电脑，性能要比单纯的游戏手柄更加强大，不仅有实时屏显功能，还能够安装各种操作软件，用途更是多样化。当然在成本方面自然要比单纯的游戏手柄昂贵不少。除使用了新式武器外，在前线方向，乌军还在猛攻俄军后勤中心。库尔斯克方向，据图片报报道，乌军先是在苏贾周围集结兵力，随后利用该地区的冰冻地形，绕过了俄军在此地布置的雷区，并快速朝俄军控制区进发。紧接着，乌克兰攻占了比尔丁这块要地，随后朝着大索尔达茨克耶一带推进。而据最新的信息披露，大索尔达克耶还是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后勤中心。现在乌军正对该地区的俄军阵地发起猛攻，且有消息称乌军已突破了部分防线。与此同时，俄军也朝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方控制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不过截至目前，俄军仍未突破乌军的阵地。乌克兰的47旅正在该地区大范围的阻击俄军。一些俄罗斯频道甚至表示，仅在过去1天内，乌军就击退了俄军超过100次的地面攻势，而且乌军仍在继续向苏贾边境地区调遣更多精锐部队的突击队员。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域的乌军集群部队至少增加了600多人。同时，当地乌军仍在持续发动进攻，已完全占领了库尔斯克的波格列布基，并扩大了缓冲区的范围。另据电报平台报道，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中并没有动用太多资源，例如当地部队于去年秋季接收了一批新装备，包括各式武器和弹药，还尚未在上述战斗中使用。这也就意味着乌军还留有余力，并向该地区的俄军发起全面总攻。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1月9日表示，朝鲜曾于去年向俄罗斯增派了12000名士兵，但截至目前已有4000名朝鲜士兵出现伤亡，战力直接损失1/3。但是在库尔斯克，朝鲜士兵的伤亡量就超过了3000名。在伤亡如此大的情况下，尚不清楚朝鲜是否会继续兵援俄罗斯。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布雷瓦旅与俄军在克里斯尼基夫卡附近展开激战，截至目前已成功收复了数个阵地。乌军目前已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制定了最新的战略目标，即将俄军彻底赶出该地的皮沙纳河以北，届时乌军将重新控制这一带的3林区，从而再能够在林间向俄军发起突袭，以进一步扩大乌军前沿的阵地。顿涅茨克、塞夫尔斯克方向，据说俄军集结了12.2万士兵，
不过乌军还是击退了俄军第3摩步师以及第208格萨团发动的13次步兵进攻，且乌军第63旅的战车甚至反推进俄军3点阵地并实施火力覆盖。托列茨克方向，俄军发动了9次人海冲锋，乌军方面则派出了克鲁克特种部队和140特种部队前来增援，且乌军狙击手还在废墟建筑里布置了大量陷阱，俄军只要敢向前推进，就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红军村方向，乌军无人机突袭了俄军的弹药卡车，引发了连续的爆炸。根据现场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这些卡车已经被乌军击毁，武器弹药也遭到了清除。库拉霍夫方向，俄罗斯国防部已多次对外宣称控制了库拉霍夫地区，但据乌军发布的战斗视频显示，该镇西部的工业区仍然在乌军的手里。而且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323机械化旅携带鲍尔 A4坦克返回了红军村南部作战，预计库拉霍夫的形势将朝有利于乌军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俄罗斯后方遭遇的事故也越发频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接连发生多起纵火事件，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当地警局、邮局、银行等。除莫斯科外，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也出现了类似的纵火事件。有趣的是，经俄方调查发现，在发生这些纵火事件初期，纵火者大多数都是一些老年人，后来也有年轻人开始参与，且他们在纵火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录制视频，似乎并不担心会留下证据。俄方一度认为这些纵火事件由乌克兰策划，且上述纵火者也接受过乌方训练，但却并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证据。这也就意味着俄方在尚未调查清楚事件原委前，就早已做好向乌克兰泼脏水的准备了。而乌克兰并没有直接回应此事，反倒是派遣情报总局的特工继续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其中包括深入莫斯科一带以及破坏俄军铁路线等行动。当然，俄军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据乌克兰空军报告，1月9日，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多枚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及70架无人机，但乌军凭借着先进的防空系统将上述导弹进行了拦截，且击落了46架无人机，剩余24架无人机则丢失信号，可能是受到了乌克兰电子战设备的干扰。此外，有消息称，乌军还在布良斯克方向积蓄力量，准备向俄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以示回应。另一方面，俄罗斯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再征兵25万，并采取了所谓的金钱奖励措施，鼓励俄罗斯人签署在乌克兰作战的合同。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凡是在今年3月1日前与俄罗斯空降部队签订合同的士兵，都将获得500万卢布的年薪。此外，据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去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俄罗斯一度要求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的300名乌克兰公民在俄军中服役。该部门还表示，俄罗斯还试图胁迫卢甘斯克州居民签署俄罗斯军事合同，并承诺向卢甘斯克州的入役新兵一次性支付250万卢布。在1月9日举行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中，泽连斯基表示将组建8个专项援助小组，分别为防空、导弹防御、IT 联盟、排雷、海军联盟、天空、炮兵等。目前已有34个国家计划加入了这些战略小组，其将在资金、武器、军事训练、情报共享等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持续支持。据说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牵头的国家，但泽连斯基并未透露相关消息，并称这是高度机密。不过也有部分国家在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援助金额，其中加拿大方面将向乌克兰拨款 4.4 亿加元，德国方面将向乌克兰援助数量不详的 IRST 防空导弹，波兰方面则正在为乌克兰准备新的援助计划。英国、拉脱维亚、丹麦等国在内的无人机联盟将签署价值4500万英镑的合同，并计划向乌克兰提供3万架无人机。此外，据追踪欧洲军用物资运输的分析人士透露，去年11月30日至12月31日，仅波兰热舒夫机场就直飞了至少193架次专为基辅服务的航班，其中运输美国商用卡车的航班至少94架次，运输军用卡车的航班至少12架次。而且美国还向波兰的格丹斯克港和格丁尼亚港运送了多达1000辆各类车辆，包括卡车、装甲战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这些装备足够加强5至7个乌军机械化旅，再算上其他作战装备和士兵，能够整合的部队规模可能会更大。白俄罗斯边境军演。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1月8日至31日，白俄罗斯将在戈梅利地区举行今年以来第一次领土防御部队军演。参演人员主要包括白俄罗斯国防军以及预备役人员，还有相关的工程部队。在演习期间，部队领导将练习人事管理技能，并且将接待领土国防军部队，同时还将利用当地动员部署基地，向其提供全面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白俄罗斯曾在15个地区举行了领土防御部队的相关军演，
其中，在去年6月，白俄罗斯部队参加了俄罗斯军队的非战略核武器的演习。到了9月，白俄罗斯军队又在与波兰和立陶宛接壤的格罗德诺和布列斯特地区进行了相关军演。有鉴于此，目前乌克兰边防警卫已对白俄罗斯军演进行监视行动。截至目前，虽尚未发现有向乌克兰边境前进的突击部队，但乌方认为，鉴于俄白关系密切，其在边境处的军演不得不防。在该国军演期间，乌克兰将会持续加强边境安全巡逻。据莫斯科时报报道，1月7日，俄罗斯赤塔县的锅炉房发生事故，导致附近数千名居民失去热水和暖气，气温一度达到-20度，且由于设备陈旧，维修难度较大，相关的修复工作未能准时完成。随后，当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如有必要，将会降低当地的供热参数。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29日，该锅炉房已发生过一次故障，距离此次事故仅不到10天。而且由于维修费用较高，当地政府表示已负担不起，曾计划将该锅炉房出售，但考虑到冬季供暖问题，将会待今年5月再商讨这项问题。此外，博尔贾的2台供暖锅炉也停止了工作。当地住房和公用事业部表示，这2个锅炉房存在的炉渣较多，将会派遣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清理工作，预计在短期内就能恢复供暖。与此同时，在远东的萨哈共和国，其中央锅炉房因火灾而停止工作，致使日干斯基区的居民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中煎熬了1周。而且由于失去供暖，城市中的管道和散热器已开始爆裂，当地情况已十分紧急。但当地部门仅敦促市民保持冷静，并关闭路灯，以减少该市电网的负载。据韩国国防部近日声明，该国将组建多域作战部，主要负责统领太空战、电子战和网络空间作战等领域的力量建设，但其并未详细透露有关于组建该部门的具体细节。韩国这一措施是继去年成立战略司令部之后的又一项重大行动，对韩国来说有重大意义。其一，在指挥体制方面能够帮助其构建一个指挥部，以加强韩国多域作战方面的部署工作。其二，该部门能够整合韩国外太空资源，如卫星系统、导弹体系以及网络空间资源，使这些资源能够统一管理。其三，能够与美军的多域战和全域指挥控制等作战理念接轨，并为未来2国开展更多合作做准备。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韩国局势尚不稳定，要想达成这一计划的难度并不小，其在技术、财力、指挥体系等多方面都不太可能会向该项目倾注太多，所以要想实现该项目，其耗费的时间可能会相对较久。根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2025年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费用高达8.7万亿日元，相较于去年增长了 9.4%， 再创历史新高。根据报道，自2023年起，日本防卫费用相继突破6万亿、7万亿以及8万亿日元，已经实现了3连涨。日媒表示，在此次财年防卫预算中，自卫队想着重提升反击能力，具体包括3个方面。其一，提升防区外远程打击能力。日本防卫省为此申请的预算相较于去年增长了 32%， 计划投入2976亿日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同时还将建设相关生产设施。另外，还将在卫星系统方面投入2832亿日元，将通过部署多颗卫星，实现对军舰、普通船只以及导弹等目标的探测追踪。其二就是大批量采购武器装备。陆上自卫队计划采购攻击性无人机，海上自卫队计划采购3艘新型多用途护卫舰与1艘潜艇，总投入4288亿日元。另外，还将花费1359亿日元采购各类武装飞机。空中自卫队则计划投入2427亿日元，采购包括运输机、加油机以及教练机在内的各类战术飞机，同时对现役战机进行改造升级。另外，空中自卫队还表示，将斥资2052亿采购 F-35隐身战机，并在下一代战机计划中投入1087亿元。最后就是强化太空与网络作战能力。在今年，日本防卫省为太空与网络作战领域申请的预算，相较于去年分别上涨了 115% 与 29%。日本将研发制造下一代军用卫星通信系统，同时将新设宇宙作战团，建立一套云系统，从而搭建统一指挥平台，实现信息情报共享。根据德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警告军人不要出国度假，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某些国家可能会因为加沙战事针对以色列军人。这是在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为此逃离巴西后，以色列军方发出的警告。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威廉敦空军基地接收最后一批 F-35A 战机，共9架。至此，澳大利亚空军装备的 F-35A 战机的数量已经达到72架。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多年筹建与建设的 F-35A 机队已经达到了预期规模。前国防部长马利斯·佩恩曾表示，F-35A 战机采购项目是本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装备采购计划，同时也是本国未来10年强化国防建设的关键部分。按照规划，澳大利亚将分2批次采购100架 F-35A 战机，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完成， F-35A 机队也已经具备全面作战能力。截至目前，澳大利亚空军第3、第75以及第722中队已经实现满编，每个中队已经装备24架 F-35A， 因此澳大利亚决定暂缓第2阶段的采购计划，以便可以腾出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空军的远程火力。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将 F-35A 战机视作本国战略威慑的基石，因此一直在推动 F-35A 战机与现有作战体系进行融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澳大利亚在人员训练、装备研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与改革，并引进了 JSM 巡航导弹的生产线。澳大利亚空军司令史蒂芬·查佩尔表示， F-35A 战机机队的组建完成，可以强化空军的快速反应能力与战备水平，同时还能构建一支具备远程情报、监视以及侦察能力的战队。未来，空军还将推动 F-35A 战机与幽灵蝙蝠无人机、EA-18G 电子战机等现役作战平台的整合。乌克兰国防军正在对新的小型无人艇黑寡妇2进行军事测试，该船旨在在困难条件下执行战斗和侦察任务。据乌克兰公布资料显示，黑寡妇2水上无人艇开发于2023年，其长约1米，重8公斤，时速可达40公里，续航10公里。其搭配的电池可提供数小时的运行时间，若是在待机模式下，它可以保持活动数天。此外，该无人艇在旋转平台上配备了摄像头，能够在夜间运行，并且能够携带高达3公斤的有效载荷。理论上，黑寡妇2无人艇将有效对抗俄军在第聂伯罗群岛的行动，其建造成本约1200美元。乌克兰如今每个月大约能生产100艘。防务部落1月8日报道称，美国陆军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已在2024年11月初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完成了低风系统的实弹和海运测试。在测试期间，低风系统成功发射了雷神公司的标准6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并精准命中移动水面目标。此外，第5营近期还在华盛顿州塔克马港成功完成了低风系统的海运测试。测试中，美军士兵将该系统装载至租赁船只，证明其具备跨海运输能力。2项测试既验证了低风系统性能，也大幅提升了美军在沿岸及两栖作战环境中的部署弹性。美国陆军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营长布莱恩中校评价称，该系统为美军带来了新的火力投射方式与战区机动能力，并强调，如今的美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建构新作战能力。伴随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5支多域特遣队陆续投入运作，美军正借由多层次精准火力对敌军施加压力，同时强化自身战略部署。而此次测试的成功，进一步彰显了美军提升远程精准打击与快速机动能力的决心，以更好的姿态应对现代战争。航空产业网报道称，2025年1月6日，美国航空企业 Kratos 与五角大楼签署了一项价值14.5亿美元合约，其将与数家公司如雷多斯、火箭实验室等合作开发多军种先进能力及音速测试平台 2.0。这是五角大楼有史以来在高超音速测试基础设施方面最大的一笔投资。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希望各军种能够借此提升相关技术开发速度，如空军的 AGM-183ARW、陆军的暗鹰以及开发中的冲压发动机巡航导弹款式等，都出现了进度延后、成本提升问题。据悉 ，MSHTB 2.0 合约为期5年，将以希腊复仇女神厄里尼厄斯命名的高超音速测试载具为基础开发，加速开发出速度超过5马赫的武器，且成本必须降低到能够让五角大厦各军种容易负担的程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在俄罗斯征兵困难且朝鲜士兵已战损1/3的情况下，朝鲜还会持续向俄罗斯派兵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